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就是如何修复我们的内在小孩。那上一次我跟大家提到了所谓的一些创伤内在小孩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行为和症状。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哪一些疗伤抚平我们伤痛的一些方式，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首先一样，在我们开始之前，一样再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议题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记了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OK， 那我们想先跟大家讨论一下，其实我们在一般人身上一些创伤内在小孩常见的一些议题有哪一些？例如说呢，非常的有控制欲，很难去相信别人。例如说，在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都觉得我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丢给你做，而不去看你要怎么样完成，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我想要，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做到很好。那这也是一种控制欲的一种方式。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对于很多事情都会很习惯的把所有的责任都担到自己身上，即使是可能例如说家人很难过也是我的错，这件事情没有做好都是我的问题，然后不断的去想要把所有责任都担到自己身上，又或者是呢会有完美主义，任何事情我都会想要做到完美理想的状态，如果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理想，我就会觉得我不应该，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执行，又或者是我想要做的实在是太完美、太精细、太庞大的一个事业，我没有办法把它做完，要做的事情太多，所以会有一种完美主义的一个状态，然后把自己逼得很紧绷。又或者是呢，对于不恰当的一些行为、没有界限的一些行为呢，有无止境或者是非常高的容忍度。例如说呢，对于小孩又或者是自己的另外一半，明明就知道他们现在的一个年纪，现在一个状态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我们还是不断去帮他们，例如说买账啦，又或者是帮他们清洁啦，或者是帮他们把所有东西整理好，嘴巴念归念，可是还是不断一直做，然后觉得心里充满了抱怨，可是却又不想要对对方说，或者是也不想要引起冲突，而导致自己一直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可是却不太开心。又或者是呢，另外一个反过来就是呢，除了我一直帮你做之外呢，我也同时间一直忽略到我自己内在的一个需求、内在的声音。在这一段关系里头呢，或者是在跟人家相处过程当中，明明觉得自己好委屈，可是却都一直说不出口，或者是没有说出口，然后一直不断的去忽略自己，只觉得自己要不断的去牺牲、委曲求全，然后去保住这一段关系，其实最终都是因为害怕失去这一段关系。那也有些人呢，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呢，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做自己，一直觉得为了要维持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呢，所以自己都没有办法很真诚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情绪感受，以至于有一种不真诚的感觉。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上一次也有提到，就是 impulsivity， 就是呢，对于一件事情，他的情绪反应是非常冲动的，是没有办法静下来先冷静思考，我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样表达，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是什么原因呢？那我要怎么样去改善它呢？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后设思考，通常都是事情一发生，砰，马上就反应了。那这就是一个 impulsivity， 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创伤内在小孩，在正常人身上你比较容易会看到的一个部分。另外呢，你也会常在关系里头，或者是在一般人身上，你也会常看到，就是呢，害怕被抛弃也是一种常见的一些议题，又或者是呢，自己是一个低自尊。我发现有很多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尤其是亚洲人、华人啊、亚洲人，很容易会有这样子一个低自尊的一个部分，或者是对自己常常充满了自我的怀疑，对于自己没有办法有很大的自信。相对呢，这跟另外一个部分也是创伤内在小孩常见的一个行为议题呢，就是高度的焦虑或者是高度的忧郁。那我们常看到就是一种高功能的焦虑或者是高功能的忧郁。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留言，下次我会找时间再多拍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那又或者是呢，在情绪上面比较没有办法让自己调节好的这个部分，这些都是我们在比较一般人看起来像是一般人的身上常常看见有创伤小孩的那个部分会展现出来的一个议题。那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如果认识到自己有一个创伤的内在小孩，我们要如何疗伤呢？首先呢，我想先跟大家讨论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呢，可能不会只有一个样子，或者是只有一个受伤的一个状态。例如说，可能我很害怕被抛弃，也许那个是在我5岁的一个样子。那如果说是我其实是充满了控制欲，或者是每一件事情我都希望是得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那很有可能是在我10岁、12岁、15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没有所谓的就是我的内在小孩就是只有3岁的那个样子。Not really。而是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个状态，那每一个状态，我们在那个强烈情绪反应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静下来去想一想，是哪一个阶段的那个小孩，那个我受到伤了。例如说呢，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很不漂亮，我觉得自己好丑，我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个我不够好来自于哪里呢？然后不断地去回想之后，才去了解到说，原来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的家人都笑我长得好丑。而那个是在我也许1-2岁的时候，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以我家人都会一直告诉我说，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好丑，甚至他们还会翻照片给我看。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对于自己不够好的那个自我形象是在我那么小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透过呢，例如把自己那个内在小孩画出来，又或者是透过想象，又或者是拿出自己以前的那些照片来去看，然后呢，我们才能知道那个是那个时候的我。那我们去把它辨识出来，去 identify 那个 inner child， 去把那个小孩子先了解是什么时候的那个我，而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去慢慢的去跟这个内在小孩有一个进行疗伤的一个工作。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去了解，那个时候的内在小孩，也许我们可以有个对话，有什么样的情绪感受，他感觉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在那个时候我有什么样的身体反应。又或者是例如说，像如果我是在现在跟我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他让我觉得我不够好，我有什么样的身体反应呢？是我的心跳突然加速变得很快，然后我感觉到是生气，又或者是呢，我有一种很伤心、很心痛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很难过，很想哭，或者是我觉得我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呼吸都屏住了，我没有在呼吸。No matter what it is， 去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反应，对于这些刺激的一些应激的反应，然后去看你自己的身体变化，然后试着去跟那个过去受伤的自己有一个连结。那接下来呢，会比较难的一个部分，那我会举一些例子去帮助你们大概有一些了解这个过程。那我很建议大家除了找一个自己让自己觉得舒适的地方来做这样子的练习之外，如果你觉得做这样子的练习会让你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which is well，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过，确实会有很多的曾经被埋下来的一些伤痛跟委屈都会浮现上来。如果你觉得太多的情绪没有办法平复的话，很建议你找一个可以支持你的人，例如说像治疗师、心理师来去帮你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情绪，让你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然后知道说你接下来处理完这些情绪，你会是在一个 OK 的一个状态，你会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而有另外一个人会带领着你，引导着你慢慢走过这一切。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试着去想想，在那个过去当下的那个自己有经历过了哪些事情，我们就要重新去看看过去那些回忆，那个当下我们所经历到的事情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对我而言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让我产生什么样的一个信念，又或者是一个自我的概念，我那个时候我所需要的是什么。举例来说，
在过去，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好像有那种害怕被抛弃的感觉。那我就自己静下来去思考，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面对某一个人的某些情绪反应或者是行为，会让我有一种心跳加速，然后觉得好害怕，又或者是觉得好不安的感觉。那我试着去跟自己的身体做一个连接，然后试着去回想这个身体记忆到底要带给我什么样的一个讯息。我所联想到的是，在我国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家人我们常常会去我的伯父家去吃晚餐，去过夜。那通常因为我是小孩子，那我就没有办法熬夜，所以到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睡着了。那我的父母呢，就会把我留在我的伯父伯母家，他们就自己先回家。虽然两个家离不远，其实我可以走回家，但是呢，因为没有被告知我会留在这，而且也不是我自己想要留在这个地方过夜，而是不小心睡着了，然后醒来之后发现，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惊讶的一个事情。那之后呢，我也有试着去反应，但是呢，却没有被听见。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主轴，就是呢，有一种被抛下的感觉，而且我的情绪的反应没有被关注到，没有被当做一回事。他们觉得也没有什么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我，也许就是因为这样而觉得很受伤。而每一次去到伯父伯母家，即使知道这是一个亲戚家，也很爱我的家，可是我还是会有一种我是不是又会不小心睡着，然后又被丢在这里的感觉。而当我去了解到这个经验，原来是因为这样，导致于我会对于别人有那种好像要离开的感觉，我会有一种不安的感受的时候，我可以开始跟那个创伤很受伤的那个内在小孩有一个对话。而那个时候的我也许需要的是一些安慰，所以我选择的是给我那个小时候国小的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好好的抱着他去拥抱他。然后我看到的是他在哭，因为觉得自己好委屈，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事，可是就是被丢在那里了。那我就让他慢慢的哭泣，然后一直告诉他说我在这里陪你。那当我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是比较平复的时候呢，我试着告诉那个内在的小孩，我给他的是，其实呢，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很爱你，所以他们很愿意把你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儿跟其他的亲戚分享，让他们可以好好照顾你，也把你寄托给他们愿意信任也很亲近的兄弟姐妹们。所以其实他的兄弟姐妹们也是很爱你，才会愿意让你留在他们家，也喜欢你留在他们家。所以其实大家是很爱你的。试着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跟那个小小的女孩说话，去试着让她了解，这不是不爱，这里头还是有爱的，只是我们了解爱的方式不一样。而我可以感觉到那个部分的自己开始慢慢的缓下来，觉得OK。那个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好一点了。而我们可以试着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去连接，跟自己过去的那个内在小孩有所连接，然后试着去看当时的那个自己有什么样的情绪，又对于这样子一个经验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对自己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信